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想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为赞助品牌打个小广告了。Surfshark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是一个私人虚拟网络，它就是例如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要有窗啊，要有铁门来关着，来保留我们的个人隐私啦。其实我们上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去到外面上网啊，或者是外面的 WiFi 啊，你做的任何一举一动呢，都是会被骇客来监督的啦。如果你要保护你的个人隐私啊，你的银行卡啊、账号啊，这样的我呢都会用 Surfshark VPN 来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啦。如果你没有在家里追剧的话呢，你都会发现到有些戏剧在马来西亚根本是播不了的。这个时候的我呢，就会用 Surfshark VPN 来更换我的所在国家。更换到那个国家的话呢，我就可以观看我想要看的数据了。当然，你不要拿来做不合法的事情啦。透过 Surfshark VPN 呢，可以隐秘你的 IP 位置，有效的阻止钓鱼诈骗，还有一些骇客攻击、偷取你的账号密码等等。Surfshark 在全世界上面呢有上千个伺服器，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可以连到他们的伺服器的。其实我觉得它性价比高的地方就是呢，你只要拥有一个账号，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服务器上面使用，比如说呢 macOS 啊、Windows 啊、iOS 啊、Android 啊，或者是 TV Box 啊、PlayStation 等等都可以用。目前呢，业界里面的 CP 值还是最高的。还等什么了？各位赶快点击我下面留言顶置上面那个小链接，点下去，输入折扣码 Adrian， 马上就可以获得独家优惠，还有3个月免费，保护你的个人隐私。Surfshark VPN。Hello， 大家好，又是 Adrian，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乱拍安个车系列哈。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过我的 Toyota Camry， 我只是拿来 daily drive 日常生活驾，我也没有想要去改装任何东西。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改这辆 Toyota Camry 的影片，应该是在半年多前吧，已经超过半年了的啦。那我来这里改过 low arm bush 啦、玻璃门的啦，那时候也修过水箱啦、换过 brake pad 啦，全部都在 Fieldworks 啊 Performance Garage， 位于在 Batu Cave 这边的。那时候其实我有说我要改另外一样东西，然后我再来做上云顶的试驾那些，可是那样东西最后不成啊。那个其实我也不想再提的，直到了今天我要来这边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才要跟你们讲是什么。允许我讲一些小故事啦哈。那其实我之前想要在 Toyota Camry 上面呢，就是更换这个 adjustable 的，那我就找了本地某个品牌的老板哦。那谈的过程当中什么都 OK， 谁知道他 marketing 也不是他自己做的哦。然后跟他 marketing 谈了之后呢，也是讲 so should be OK。然后我交了一个简单的 proposal 给他，大概1个星期之后没有消息了，我就个人去问他咯，老板怎样啊？有没有消息了啊？那我最记得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敷衍的一句话跟我讲，哎呀，不好意思我的这个 marketing 跟我讲，这个月没有budget了，这个月没有 budget， 然后就没有下一句了。如果是有意思要合作的话，他会说，哎，可能我们下个月或者下2个月再来，他没有这样子讲，表明就是不要了嘛，觉得很反差，因为前面的时候你什么都 OK， 到最后是换来一个我觉得很失望哈，就不了了之了啦。现在的 spec 是 iBut Sport Spring 还有 AMP 的这个 Sport Absorber， 但是我觉得还是偏软。iBut 的 Spring 呢，其实它一般也不会讲太硬，因为我不是那种 race 版的嘛，它是 street 版本的，加上我的 Absorber 有点软的关系，所以我驾起来慢的时候有点跳了，这个高速上面感觉到有点支撑不足嘞。话说到来是要非常感谢伟宏啊，这个好朋友，就很突然的在 Field 这边呢拍到一套的这个 Adjustable 给我看，Toyota Camry 的这款的前车主才用了大概1年罢了，而且它是 BCBR， 不是 BCV1 哦 ，V1 是最入门的，这个 BCBR 的新的大概5000块左右了，可以试一下哦。反正我的 Toyota Camry 好像也没有试过安装过 Adjustable 那种感觉，我相信那个乘坐感受会比现在来的更好啦。所以如果你们也是驾 Toyota Camry 的朋友们，想要购买我的 iBut Sport Spring 还有我的 Sport Absorber 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络我的 IG Absorber， 我大概用了大概1年多2年不到，然后我的 Spring 呢是用了大概3年左右的，今天又来破费了。感谢你啊，兄弟！感谢你啊，伟宏！感谢你啊，高老！这个是 IMP Absorber 加上 iBut 的 Sport Spring， 现在是要换上这个 BC 啊，有兴趣 PM 我哈。
老板呢就带我出去试车了。现在是前车主的一个 setting。以前他的 Camry 就是前面是2根手指的高度，然后后面呢就是3根手指的高度啦。我跟他讲，我要后面2根，前面要2根，这样看了会比较好看一点。所以未来的我会换235，所以大家都会看起来比较厚一点，比较宽一点，会比较好看。哇，我蛮满意现在的这个身高。刚刚我去试车了，都是很舒服。现在已经调了，前面是17度，后面是8度的这个 spring rate。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呢，还可以自己玩玩。打开引擎盖调一下前面的这个硬度，后面也是可以直接调。椅子这边就有一个 Quick Access 旋转它的硬软，所以这个是 BCBR 才有的。如果是普通的话呢，就很多要打开椅子再来调过，这个不用，直接这边 Quick Access， 哈哈，方便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调整过的高度啦。之前我的车 Sport Spring 的时候呢，它是前面3根手指的高度的，现在是大概2根多一点点啊，所以会比较低。然后再加上后面这边也是调整到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所以老板坐在里面会比较重一点的，所以它的车头不会像之前这样翘了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 Camry 换上了 Sport Spring 之后，车头会特别的高一点点，这样我就觉得不好看。现在的状况是车头矮一点点，车尾高一点点，我觉得会比较好看啦。所以老板还送我这2只来调整那个脚牙避震的高度。所以把它收在我的车椅箱啦。所以等一下我会去做 alignment balancing 之后，我在 POV 上路试驾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回馈的感受。Alright， 欢迎回来啊！现在我们正在回家路途上啦。我的家是反方向的哈，所以不怎么塞车。虽然是现在已经7点多了的，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短暂的试驾这个 BCBR 的驾驶感受是怎么样哈。OK， 因为我自己本身用了这个 Sport Spring 加 Sport Absorber 已经算蛮久了的，所以已经习惯那种在低速的那种小小的弹跳率。然后其实我这样慢慢加的话，这个 BCBR 也不会像 Sport Spring 给的那种感受。其实 BCBR 加起来在低速的时候也感受跟 Sport Spring 一样的啦，只是它的不同就是在高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会比较有扎实度，还有它的这个弹跳会比较多了一点点。可是好在呢，我感觉到整个加起来感觉就是adjustable 就是 adjustable， 它是一整只的东西来的，它不是像我们之前是拆开的Spring 归 Spring，absorber 归 absorber。如果我的 Spring 偏硬的话 ，absorber 偏软的话，又不是很好的配搭哦。但是如果是 adjustable 整只做出来，它已经为它而设计的呢，怎样过弯的话，那个支撑性都是还会有，然后它的扎实度真的是非常棒。而且你要记得，我现在不是用这 BC V1 V1 是入门级的BR 再上就是 ER 啦。但是这个 BR 还有分几种的，有波子塔顶的跟没有的。然后我这个是因为 Camry 嘛 ，Camry 没有出波子塔顶，所以我这个的话是可以调 camber 没有错，可以调一点点啊，就是它有一个像我们叫鹅卵啊，它不是圆形的那个 nut 那边鹅卵，所以你再往里面推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开1.5度这样的 camber， 这样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的车头跟车尾是的确是有开 camber， 没有错的话，前面是开1度啦，所以我整个加起来的感受就是整个转向又更好了哦。第一个 lower 了，第二个我开 camber 了。这辆车不是拿来每天跑山路了啦，所以我只是拿来 daily drive， 所以开1度已经是蛮足够了的。所以整个转向的话，精准度是有增加了的哦，是真的哦。我刚刚过这些路这些带的时候它不像 V1 给的那种会乒乓，好像怎么那个滤震这样差的，怎么我好像有东西要断掉这样的感觉，它不会哦 ，BR 就是 BR， 也就是为什么试驾这样都用着 BCBR 的朋友们的车了之后，然后我才决定把它放在我的车上，刚好啦，也是遇到这个才用了1年的2手货，我不介意啦，因为都不用 service 不用手，我还是美新新的。那这辆车我还想要把它试上云顶一次，因为这个轮胎也是差不多了等我换了轮胎之后，我想要拍一支视频试一下的这个 cornering 跟上山的这个表现会是怎么样。好，那我们来试一下一个 corner。你看 adjustable 就是 adjustable， 车轻也少了咯。之前的 Sport Spring 加 Sport Absorber， 我还是觉得 Absorber 很偏软，所以当我过弯的时候呢，感觉到它的那个支撑性还是差一点的，那个车会这样的。现在的感觉不会有嘞。感觉过弯的支撑性非常好，所以我的车轻也少了。我觉得乘客应该都会更加的舒适了的感觉啦。那这辆车现在我是可以调硬软前面现在是调17，后面是调8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有点小许的偏硬啦。如果以日常生活驾的话，我是没有问题，不知道我家人会不会觉得很硬，所以我是 anytime 可以随时再做一点手脚就好了之前换了 Polymer Bushing 之后，感觉整个底盘都是比较硬朗的。
而我的 absorber 就比较偏软，所以好像匹配不到什么。反而现在换了这个 adjustable 之后，感觉到整个 everything is alright， 搭配到原本换了 bushing 之后的那种感受是蛮好驾啊，整个 Camry， 要不然你知道。Camry 本来就好像一个番薯这样嘛，你讲它好驾吗？它又不是讲很好驾，不好驾又不会哦。也许像我这样改了之后呢，就整个驾驶体验都蛮不错了的。今年想要啦，把这辆车的轮圈换一换，再换一个轮胎真的是 perfect， 因为这个轮圈有点重啊，感觉要比较航海麻麻的。本期的 BCBR 的拍摄的 vlog 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很久没有再改 Camry 了啦，但是又改了一个新东西，我又觉得又很新鲜了的话。好了，各位哈，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是爱的人，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拜拜。